赛博朋克霓虹中国这个项目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一个人独立自主完成的一个个人项目。为什么会做这个项目？因为当时我看了部电影，就是《Blade Runner 2049》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它是第一个描绘出那种赛博朋克那种场景，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震撼。Blade Runner 2049是描述着美国的洛杉矶的一个城市的风格，那我就做一个中国的，中国还没有，对不对？然后就做一个中国，独一无二，真好。当时是2017年的10月份吧，我当时最初第一个步骤就是找一些参考资料，做一个 mood board， 做好一个情绪板之后，找了很多参考资料，再去跑到外面去拍一些素材，做一个比较好的构图。因为这个构图我一直想搞了很久，然后从构图做一些那个 shader， 把整个 pipeline 做好。没有 pipeline 的话，因为我到后面就会很多事情就不能够按照很规范做法去进行制作每一个物件和制作每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是在 Maya 里面进行一个 blockouts， 把所有的场景模型全部拼在一个文件里面，分别进行导出、导进虚幻四，进行一个构图的调整、灯光的调配、灯光的设计，然后各种烟雾啊、粒子效果全部加好。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贴图的，就全部都是白模。这个目的主要是为了玩家第一眼看到是什么，要把这个先弄清楚，所有框架全部搭好了，构图做好，当中来回翻覆了差不多2-3个月时间，调整了不下100多次吧，再慢慢开始加。2018年2月份的时候，完成了第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模还有贴图。所有的建筑模型全部使用的是 modular 那个方法进行制作，就像乐高一样模块化去搭。因为这个场景比较大，使用大量共用的东西，模块化进行创建所有的美术资源。装订好美术资源之后，开始打那个灯光，参考了很多大量的赛博朋克风格的参考资料在网上，就尝试了不同的灯光。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没有给自己设置任何的 deadline， 全部都是能做多少尽量把它做到完美，我不设置任何时间限制来完成。所以说为什么这个项目直接拖了1年半。最具有挑战性的话就是灯光这一块，灯光这一块确实比较难，最重要是那个电脑性能问题。因为做一个开放式世界，场景如此之大，对于性能损耗是非常大的，使用了很多种技术啊，然后去进行一个灯光优化，还有模型的优化。当时对这些东西还不是特别了解，当时去找了很多参考资料，就不断去进行一个优化，终于可以把这个场景优化成60整了。一直想要去制作出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东西，因为现在有很多现在工具已经开放出来了，或者每个工具特别强大，比如说 Substance、Quixel 这些非常强大的软件，可以让我们把游戏的画面表现出非常真实，然后再这样强大引擎、各种 real time、各种的一些光线追踪技术。坚持做的事情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然后有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就是不断的学习到新的东西，不断去用于工作中和生活中。自我修养的话是这样子的，在我的那个书架上面，我就摆了很多建筑学书。如果你要做一个场景，你首先要对它结构进行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和认知，因为每个时代的建筑风格都不一样，所以说在我的那个书架上面就会有很多的百科全书，关于建筑学的，关于那种建筑结构啊这方面，对你以后的一个3D 建模很有帮助的一些事情。你不管从那个中世纪的古代的风格、现代的风格，还有古希腊的那种建筑风格都是不一样的。自然就是最好老师。
作为场景设计的来说呢，真实的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你要做一个场景，你首先要去外面旅游啊，外面去看啊，然后大自然啊，去体验大自然，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当中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你可以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你可以运用到自己游戏设计当中，你可以运用到一些建筑视觉效果，你可以做一些很多的东西，因为生活就是来源于环境的影响。哦，对，我听说过啊，《流浪地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它是使用那个瑞银渲染。如果你热爱这个东西，你就把它做好，就不要有任何后悔的东西。失败又怎么样？失败再来过，对不对？就像金安妮一样，金安妮火灾失去了这么多的一些人的生命，就不好，对不对？但是呢，还是可以重建的。我知道特别可惜，对，这都是我的青春，从小受到日本动漫这些的影响这样长的。以前就特别喜欢去看这些日系的动漫啊，日系的一些东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我相信在这个行业当中，经历了这些挫折没有关系，我们最需要的做的事就是，不管前面发生了多么大的困难，只能一个脚印去把后面的事情、把未来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